Hello，各位，如果聊到法国的普罗旺斯，您的脑子里面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的花海、古老的村庄，感觉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对不对？全世界的游客都会跑到这儿，想寻找那样一份宁静跟浪漫。但是啊，在2018年的7月3号，一个叫做王健的中国男人却在奔流村这里找到了他人生的终点——死亡。他从一堵墙掉下去10几米高，人就这样没了。王健是谁？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他是中国海航集团的董事长，运营着上万亿资产的商业王国。就在他死以前，他那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商业帝国，正在被几千亿的债务拖着，眼看就要坠下万丈深渊。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法国警方的结论下得非常快，就是一个普通的意外。通报说，这位57岁的亿万富翁，他就是为了想要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冒险爬上了一堵墙，然后脚一滑就摔下去了。你听一下，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一个普通的意外吗？这样一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出了名的精明强悍的这个男人，这个当时正在指挥着一场生死存亡保卫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商业大佬，真的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去爬墙拍照，还能够犯这么低级、这么荒诞的错误，一不小心就从墙上掉下去，摔死了。您觉得这个事儿靠谱吗？有人可能会觉得，嗨，这不都是好几年以前的旧闻了吗？是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普罗旺斯的这个事发现场，因为王健的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整个海航帝国轰然坍塌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尤其是今天，当我们想要讲述海航的故事，当我们看明白了海航最终是怎么样完蛋了之后，再回头会发现王健的史是一个绕不开的起点。再回头看王健的史，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整个的味道全变了。它就像是一把钥匙，一把能够帮我们打开过去10几年中国最顶级的权力和资本到底是怎么样互相纠缠，一起发展壮大，最后又怎么样残酷切割的那样一把打开所有这些黑箱故事的钥匙。在今天开始的海航5部曲系列短剧里面，艾森会用这个钥匙带您推开这样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我们一起重回那个离奇的坠亡现场，我们一起去挖掘那样一只看不见的权力的之手如何挥舞，我们看看海航为什么一直和王岐山这个名字纠缠不清，我们一起去聆听那4万名海航事件受害者的血泪控诉，我们一起解剖海航跟恒大这2头商业巨兽，看看他们为什么会以同样的方式倒下。最后我们再一起揭秘神秘的那个清道夫跟海航接盘侠他到底是谁。当海航故事的结局已经写好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王健之死到底是给谁铺平了路，又到底掩盖了什么样的秘密。好了，现在让我们直接穿越飞回去普罗旺斯的那个悬崖边。法国警方那个意外的结论说白了，只要我们把细节放大看，你就会发现这起所谓的意外至少有3个大到没有办法去忽视，大到没有办法解释的疑点。第一个疑点就出在那样一堵要命的墙和那个荒诞的动作上面。一开始媒体报道说王健是从一堵矮墙上掉下去的，你一听矮墙，那不就是1米多高，好像随随便便一抬脚就能够翻过去似的。但实际上关于这样一堵墙到底有多高，信息是挺乱的，有的说是10米，有的说12米，甚至15米。也有人说这个墙本身的确只有大概1米多高，但墙外面就是一个10几米的悬崖。法国警方跟当地的目击者是这么说的：王健想要让同伴帮他拍一张视野更好的照片，所以爬上了墙，
结果没站稳掉下去了。所以官方的结论就是这是一场意外。但是路透社挖到了一个法国警方的内部消息，他说王健第一次爬没有爬上去，然后呢他退后了几步，来了一个助跑，但结果用力过猛，直接翻过去摔死了。助跑，我们想一想这个动作，一个57岁据说心脏还不太好的亿万富豪，要用助跑这么激烈的方式去爬上一堵未知的墙，去看看对面的风景怎么样，去拍照。其实当地教堂的神父都说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游客会爬到那样一堵高墙上去拍照。说白了，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什么看风景的地点，啥也看不到。而第二个疑点就是集体沉默的中方的目击者。那这一部分，我个人觉得是整个案子最核心也最吊诡的地方。王健掉下去的时候，到底有谁在他身边？据当时在附近干活的人回忆，王健他不是一个人，他带着一个团队，有保镖，有翻译。但奇怪的是什么呢？那两个保镖在事后的反应，据说他们并不是在做心肺复苏这样一种急救，反倒像是在扎针或者是搞针灸一样。那这个不太像是应对这种事故突发意外的一个医疗急救的反应。而且你想想看呀，其实事发地点是一个山城，送到最近的医院大概要开15分钟到20分钟的车，那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救命的黄金窗口期。那如果救护车没有来的时候，身边的人他们急救的方式足够专业，说不定王健还有救。但如果他们的行为真的像传闻当中那么的离奇，我相信救护车到来之前的时间上的空白就会给各种猜测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而事发之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冲到了这个奔流村的地方，但是没有一家媒体，注意我说的是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够单独采访到任何一位中方的现场目击证人。他们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些人到底是谁，什么职位，后来去了哪儿，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完美的密不透风的集体沉默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大的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案子，法国警方他们没有采信当地目击证人的关于自杀的证词，他们的意外的结论基本上就建立在这些中方目击者的证词之上。但中方这些目击证人全体隐形，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就是非常的不正常呢？第三个疑点是快到反常的法医流程。那按理说，像王健这样一种身份显赫的外国人，在法国以非正常的方式死亡，一套严谨的、透明的法医调查的程序肯定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检察官一般都会下令解剖，查清楚死因，排除他杀或者疾病等等因素。法国当局也的确说了，他们做了尸检，警方代表也告诉媒体说，尸检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但是王健身体当时到底有没有药物或者是酒精？他除了摔伤以外，身上有没有别的可疑的伤痕？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掉下去之前就已经心脏病发作了，或者有没有挣扎过的痕迹，有没有被殴打的痕迹？所有这些关键的信息，外界一概不知。而更让人想不通的就是后面遗体处理的事情。事后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报道说王健的遗体被进一步的怎么样去调查了，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从死亡尸检到遗体交还家属火化，整个流程快得非常惊人，几天之内就已经完全搞定了。也有传言说遗体根本没有在法国火化，而是被飞快的运到了他在美国西雅图的家人那边下葬了。但我想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法医学的证据被很快永久性的销毁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事儿办得如此的高效，如此的彻底，那客观上其实正好满足了所有希望这个事儿赶紧翻篇，别再节外生枝的人的利益。一个本来应该非常透明的跨国的司法调查，最后就这么如此高效而又不透明的结束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疑点。那我想现场的这些疑点已经让我们很难相信意外这个说法。那么想要找到真相，
作为吃瓜群众，我们就不得不用所有的这个侦探小说的黄金法则，追查动机，看看到底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我想，案发现场3个巨大的疑点，让官方认定的意外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那如果不是意外，谁有动机？谁又能从王建的死亡得到最大的好处呢？我想答案直接指向2个人，或者说是2类人。那第一类的受益者就是内部的权力对手，那这个主角就是海航的另外一位创始人陈峰。在海航内部，很多人都知道陈峰和王建的关系早就掰了。这么说吧，那如果陈峰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负责抛头露面的门面，那王建就是那个躲在幕后真正驱动整个帝国运转的大脑和心脏。海航最疯狂的全球买就是王建主导的，集团的钱袋子跟人事权也都被他牢牢抓在手里。很多消息都证实，在王建死亡以前，其实陈峰在海航的权力已经被完全架空，基本上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王建的突然意外身故，让海航内部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但非常诡异的是这个真空几乎在1秒钟之内就被填上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就像一出排练好的宫廷政变大戏，非常清楚地回答了到底谁是王建死亡受益者这个问题。2018年7月3号，王建在法国出事的消息一传回国内，陈峰马上就动身。根据财新网的报道，他立刻就飞去了法国。仅仅3天之后，海航董事会火速开会，决定任命陈峰做唯一的董事长，全面接管了王建生前负责的所有业务。这个速度本身已经快得吓人了，这分明就是早就准备好的不容置疑的闪电般的处置。但你知道吗？其实权力的交接甚至在这个悲剧发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一个当时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是现在回头想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就在王建飞去法国的前1个礼拜，陈峰的儿子陈晓峰被任命成了王建的特别助理。那我想在中国顶级政商玩家的牌局里面，特别助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位，因为他能够接触到很多核心的秘密，甚至包括王建他个人的一些行程的安排等等。所以这个职位的安排本身就是一个杀气腾腾的信号。它意味着什么？这个不就等同于在王建最核心的圈子里面安插了他的老对手陈峰的眼睛和耳朵吗？这样一种时间上的极端巧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王建踏上那趟不归路之前，监军已经到位了。而事后陈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发表了极其微妙而且自相矛盾的言论。陈晓峰的调职是王总离世前1周安排的，那当时任命他为董事长助理。那这个事儿呢，王建他的确没有跟我陈峰商量过。那这段话一方面承认任命是王建的官方决定，从而为陈峰他自己洗清了嫌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将他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对于该决定毫不知情的局外人。我想这个显然不合情理。陈峰这样一种不合常理的否认，其实恰恰暴露了他的心虚以及试图操纵叙事的这样一种心理。这步棋其实是陈峰阵营在王建出事以前已经开始布局，为后面的这样一场权力的更迭埋下的最重要的一颗棋子。而后续陈晓峰得到火箭式的提拔，也恰恰证明特别助理这个职位是预先筹划好的夺权的第一步安排。那如果说安排陈晓峰当上特别助理以及陈峰当上董事长，这些只是权力交接的开始，那接下来的内部大清洗就彻底暴露了这样一场权力的交接到底有多冷酷。
2018年8月初，王健去世才不到1个月，海航就搞了一场大规模的管理层改组，目标非常明确，见风所指，就是王健生前的核心团队和他所有的亲信。我们来看一看王健一手提拔的主导海外收购的首席投资官王爽被换掉了，负责执行王健北美扩张战略的海航北美区总裁杨光离职了。在海航最核心的海外资产瑞士国际空港服务公司的董事会里面，王健时代的人马被一锅端，换上来的全部都是陈峰的亲信，还有他的儿子陈晓峰。所有这一连串的操作目的只有一个，王健的班底被彻底扫地出门，集团的控制权完完全全的不可逆转的转移到了陈峰家族手里。我们看看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是王健作为障碍物被物理清除掉，核心权力瞬间被接管，家族势力系统性的抢占了海航集团所有关键的职位。那如果说王健只是意外身故的话，我想对于旧班底的清除原本无需如此无情，如此彻底。而一个$1000亿级别的大公司，在王健去世以后的种种的举动，他们的这些做法与规范的业务连续性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明显不是只在确保运营稳定的 BCP 预案的执行，现有的王健班底被彻底清除出局，本质上就是一次政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回味陈峰的那句名言，我是什么都没有啊，王健他什么好东西都有，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感觉更像是一句迟来的复杂的某种宣告呢？我们再往深处想，还有谁受益了？那第二类受益者，我想是害怕很多秘密被揭开的人。那直白一点说，就是王健他知道的太多了。作为海航集团的实际话事人，只有王健对于海航那个迷宫一样的股权结构跟资金网络了然于胸。他知道真实的债务到底有多少，他知道每一笔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更知道海航这个万亿帝国背后跟哪一些权贵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关系。我想用一个分析式的话来说，就是王健的死相当于对于海航集团的一次定点清除，直接把那个唯一可能解开所有秘密的关键节点给摧毁掉了。那王健不在了，黑匣子的秘密会被永远封存，死无对证。不管是海航内部的对手，还是外部某些希望这些问题到此为止的势力，都有让他永远闭嘴的动机。而且海航的战略也因此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王健这位海航全球扩张的总设计师，他的死也标志着那个野心勃勃、四处出击的时代被彻底埋葬了。在陈峰的领导下，海航很快放弃了扩张，全面收缩，回归航空主业。那这个战略跟之前北京监管机构对于海航的要求一模一样，是不是很讽刺呢？王健生前也恰恰是因为没办法彻底执行监管的要求而感到压力巨大，他甚至不惜把这个危机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来对抗。结果他一死之后呢，好像所有的障碍都烟消云散了。海航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顺从的姿态回归到了监管者希望他在的轨道上面。所以你看，王健的死客观上为海航跟监管机构的和解，为陈峰巩固他在海航的地位扫清了那个最大的也最不合作的物理障碍。那么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王健的死到底更像是哪一种剧本呢？剧本一是意外失足落崖，那这个是官方的版本，法国的警方跟海航官方都一口咬定，这个就是一起游客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摔死的悲剧。但问题是他站得住脚吗？一面并不算很宽的墙，下面是10几米高的悬崖。王健一个57岁据说心脏还不太好的商人，在一次非常重要的
商务考察的路线上，为了拍一张照，爬上这么一个既不算安全也没有什么风景的地方。更何况，为什么中方的目击者集体保持沉默？为什么身后事处理的又如此快速而且不透明呢？这个剧本我想逻辑的漏洞太多，也解释不了前面说的那些疑点。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成是巧合和冲动，是不是有一点太小看吃瓜群众的智商了呢？所以这个假设在我看来可信度极低。第二个剧本是绝望自杀，也会有人觉得说，在海航集团快要完蛋、个人压力大到顶点的时候，王健他有可能会选择一种看起来像意外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性命。那法国的《解放报》就曾经短暂的报道过这个说法，有当地的目击者看到是王健自己跳下去的。那从动机上来看，多少有一点道理，因为面对上万亿的债务跟政治上面临的绞杀，他有可能会想用死来解脱，或者说牺牲自己来保全家人和背后的一些人。那我们必须要理解王健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人间地狱的煎熬。当时海航的债务黑洞高达 1.1 万个亿，整个集团甚至连一本合规的账本都没有，旗下2000多家公司90%都是空壳。本质上这是一个已经彻底癌变，马上就要施暴的金融怪兽。在这样一种情况底下，我想任何能够让问题消失的极端手段都有可能会被摆上台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王健跟海航正处在一个完美风暴的中心，而这样一场风暴是政治、监管跟财务三重压力交织而成的。第一重也是最重要的压力是来自于政治。2017年开始，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在网上掀起了一场爆料风暴。他说海航跟当时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有秘密的非法的财务关系。这些指控的核心就指向海航那个谁也看不懂的股权结构。郭文贵点名了一个叫做冠军的神秘人，后来媒体一查，发现这个人曾经一度是海航最大的股东，占了 29% 的股份，但他本人的背景却一片空白，登记的住址竟然是北京一个非常破旧的居民楼。在巨大的压力底下，海航被迫出来解释，说冠军已经把股份捐给了一个在纽约注册的基金会。这个解释不仅于事无补，简直是欲盖弥彰，引来了更多的问题。因为在当时那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任何跟高层腐败沾边的传闻，杀伤力都非常巨大。海航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负资产，一颗必须要尽快拆掉的定时炸弹。第二重压力来自于监管。2017年6月开始，一场针对于民营巨头的债务整顿开始了。海航啊、安邦啊、万达呀，这些靠借钱在海外疯狂买的公司，被官媒点名，说他们是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灰犀牛。中国银监会一道指令，直接切断了海航从国有银行拿钱的生命线。这个对一个完全靠不断输血才能够活着的债务帝国来说，是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第三重的压力来自于财务，因为政治跟监管的压力，最后都变成了财务的危机。到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海航的总体的负债已经高达1100亿美金，现金流断掉，公司开始欠供应商跟银行的钱。但在这样一座巨大的债务冰山底下，还藏着一个更危险的炸弹。海航旗下的 P2P 的平台，从海航自己的员工啊、家属啊，从社会上吸收了几百亿的资金，承诺高回报，然后把这些吸收到的钱输送给集团内部的公司。但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钱还不上了，这样一场危机瞬间点燃了几万名投资者的恐慌。这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稳定问题。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条通往死亡的倒计时。2017年6月监管收紧，7月郭文贵爆料达到高潮，11月
P2P 的平台开始爆雷。2018年2月，王健发表了政治阴谋论的讲话，做最后的挣扎。2018年上半年，海航开始被迫要卖资产，断臂求生。2018年7月3号，王健在法国坠亡。所以我们看到政治绞索、监管屠刀、债务黑洞三重压力汇聚成了完美的风暴。而在这样一场风暴的中心，王健的任何一个选择，不管是反抗、投降还是逃跑，都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而事实上，王健的确已经把这样一场商业危机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层面。他在一次内部的讲话里面，把海航的困境归结为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你想想看，一个商人当他开始用这样一种话来思考问题的时候，说明他感受到的已经不仅仅只是财务方面的压力，而是生命的威胁。在这样一种状态底下，在这样一种极限的压力底下，他有没有可能为了履行某种约定，为了保险单，或者为了保全资产或者名誉而选择了结这一切呢？我想这里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但是互相矛盾。第一种就是真的是想不开了，想自我了结；第二种就是选择牺牲自己，用一种看起来非常像意外的方式来了结这一切。那我想第一种情况，一个心思缜密、计划周详的商业大佬，他如果真的想要自我了结的话，肯定会留遗嘱，安排后事。毕竟海航有太多事情非常的繁杂，于公于私都需要交代清楚没有遗书的话，逻辑上有点说不太通。那第二种情况是，如果要把自杀伪装成意外，那就没有道理选择在有当地目击者在场的时候，用助跑的方式来完成坠崖的过程。但话又说回来，那为什么法国解放报关于当地目击者的报道，却也没有被当地的警方采信来认可，然后达成是自杀这个结论，反而他们坚持认定是意外身故呢？我想最关键的是，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这样一个高度10到15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能够完成死亡这个过程。有去过那个教堂的网友判断说，正常摔下去是不会死的。那更何况王健有可能在助跑之前，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悬崖的高度，我想恐怕都是一个问题。而对于心思缜密的人来说，那自我了结的话，通常会选择一个更靠谱的方式，因为万一死不了，那可能就是非常痛苦的多处骨折呀、内出血呀、瘫痪啊、活受罪。那所以这个选择跟他这种掌控力超强的企业家的人设根本是不符的。而且财新网的报道也曾经说过，王健在抢救的时候对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脚疼。那这个遗言算是部分验证了我们的推断。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从10几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人应该会非常痛苦，那怎么会只抱怨脚疼呢？那这个跟伤害程度不太匹配，太奇怪了。而且如果王健送到医院还能够说话，那直接导致他死亡的真实的原因恐怕就会更加扑朔迷离了。是坠崖造成的内伤慢慢恶化，还是有别的没有公布的原因呢？那这个会不会是在暗示他掉下去的过程或者这种方式并不像当地警方说的那么简单呢？所以对我来说，自杀这个假设可信度也是比较低的。第三个剧本就是被制造的意外。我想谋杀这个剧本是最耸人听闻的。郭文贵当时也声称说，王健因为知道的太多，掌握了海航跟权力核心之间有很多不能够说的秘密，所以他被灭口了。而且他还指控王健身边的保镖跟中国高层有关系，甚至连王健在中国的家人也都怀疑意外这个结论，还专门派了私家侦探去做独立的调查，但是结果从来都没有公开过。当地的旅游部门的职员也证实过，那个景点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游客爬上去然后掉下来的这种比较离奇的事情。那这个证词也让游客拍照失足这个官方认定的说法显得更加站不住脚了。那既然没有直接的物理证据，我们只能够用逻辑推断来放飞想象力。那与其相信所有这些独立的概率极低的事件都只是互不相关的巧合，那我个人会更倾向于用一个更简单的理由来解释这个事情。我想非意外是唯一合理的解释。王健的死
极大的概率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非意外的事件。那这里我所说的非意外，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它有可能会包括了直接谋杀，也可能会包括了被胁迫的自杀，或者是别人协助他自愿完成自杀。那我想最有可能的一种形式就是被制造的意外。那这个假设虽然没有任何直接的物理上的物证，但是它就好像一把万能钥匙一样，可以解开整起事件的所有的谜团。第一，它能够非常完美的解释动机，因为王健是海航的活账本跟黑匣子，他的肉体消灭就意味着所有这些最危险的秘密被永远的封存了，也是最彻底的物理上的封口，保证了无数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第二，它解释了受益人，我们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乘风派系的闪电夺权。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被制造的意外，完美的解释了现场的所有矛盾。为什么现场看起来像是意外？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为什么中方的目击者他们的证词都指向意外？因为他们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是被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或者早就已经统一了口径。那为什么王健会做出那个非常不合理的攀爬甚至是助跑的动作？因为那可能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王健在普罗旺斯的离奇坠亡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巨子的个人悲剧，它更像是一个血腥的信号灯，标示着海航内部一场残酷权斗的终结，也揭开了一个更大谜团的序幕。这个谜团的核心就是那样一张让王健知道的太多了的权力网络。要理解王健为什么必须走向这个致命的顶峰，我们要回到故事的起点，去认识对于海航集团来说最重要也最危险的那个贵人。下一集我将为您揭晓海航帝国背后真正的权力图谱，王岐山与陈芳那样一段长达30多年，从亲密无间到最终切割的隐秘往事，那样一段被刻意隐藏的政商密室。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艾森，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集再见。